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？妈，我今天跑了一天客户，嗓子都哑了。洗个手吧，小排汤刚炖好，等会儿给你盛一碗。来，给你盛好了，快点趁热喝吧。厨房锅里明明小排堆得像小山一样，怎么盛到我碗里就只剩几块碎骨头了？每次都这样，把好的全留给弟弟，我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？妈，这汤里的排骨也太少了，不够吃的啊。哎，妈妈今天菜场去晚了，排骨剩的不多了。你弟那个人你也知道的，无肉不欢。他明天有一笔大生意要谈，今天让他多吃点儿，明天有精力。你是哥哥，就让你弟弟多吃点儿。难道我明天不用上班吗？从小到大，你是哥哥这句话就像个紧箍咒，只要弟弟想要的，我必须无条件让出来。哎呀，哥回来了，妈，排骨汤好了吗？我快饿死了。好了好了，给你盛了满满一碗，趁热吃，明天才有精神。都回来了，吃饭吧。妈，您这手艺绝了，我客户要是吃了您做的菜，合同当场就签了。哥，你怎么不怎么吃肉啊？减肥嘛。哦，舅，晚上少吃点太油腻的比较好。不是我不想吃，是根本没有我的份。看着他那副样子，真想把这碗汤直接到他脸上去。还是我哥懂养生。杰森，明天那个案子你有没有把握呀？爸，您放心，我出马什么时候掉过链子，客户都说我超专业，说我这人做事靠谱。等我回头把这个案子签下来，给您换个新手机，您那只旧手机现在都卡到不行了。整天净讲好听的，我这手机还能用，你顾好自己就行了，在外面别舍不得花钱，吃好点儿。还是我爸心疼我。对了哥，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景气不太好，你那个部门没受影响吧？还行，正常运转。要我说啊，哥，你也别太死心眼，该跳槽就跳槽。你看我，连跳了2家，薪水翻了好几倍，你老在一棵树上吊着，能有什么前途？杰克啊，你弟弟说的有道理，年轻人要有闯劲儿，别整天窝在办公室敲电脑。爸，我做的也是正经工作，只是性质不一样。在他们眼里，只有跳槽频繁、会钻营、嘴巴甜、会拍马屁才叫有出息。我辛辛苦苦上班领到的是死薪水，我这种人连呼吸都是错的。哥，我没说你工作不正经，就是觉得你可以更好。我朋友的公司最近刚好有在找人，要不要我帮你联系联系？不用了，我暂时没打算换。随便你啦，反正我跟你说，机会这东西，过了这村没这店。妈，这排骨炖的真入味。好，好吃就多吃点儿。这个家里的空气让我窒息，多待1秒都是对自己的凌迟。爸妈，好消息，市中心那个河景住宅，我好不容易靠关系拿了个内部名额，首付差30万，月底前得交齐。哎呦，河景住宅，那不是很贵？妈，贵是贵，但是升值空间大着呢，现在不买，以后更买不起。这可是我们家在市中心买房的好机会耶！你看这本介绍。这户型真敞亮，老沃，你过来看看。房型和地段都很不错。这房子我听我们老同事也说过，说是特别抢手。差30万是吧？我跟你妈凑凑，能拿20万出来。那还差10万块，哥。干嘛？你最近是不是刚发了奖金？借我10万块就个级啊！等房子下来，我让爸妈搬过去住，你以后去市中心看他们也方便。我上个月刚给家里交了8000块生活费，卡里剩的钱也不多了。一张口就是10万块，把我当取款机了。我上个月刚交完生活费，自己平时连杯咖啡都舍不得买，他们却把用我的钱当成理所当然。你一个月赚的也不少啊，吃住都在家里，都花哪儿去了？杰森买房那是大事儿，你要有能力就支持他一下。爸，我每月都给你们交生活费，我自己还要付交通费，应酬真的没剩多少钱了。爸，您别急，我哥肯定有他的难处。不过哥，你想啊，我的就是我们家的，你现在帮我一把，以后我怎么着也不会亏待你的。要是真缺钱，爸妈在老家那套房子可以租出去，也能补贴一点。老家的房子租出去干嘛？那是祖宅，租给别人把房子搞得乱七八糟，糟蹋了怎么办？就是啊哥，祖宅能随便租吗？
再说了，爸妈的老房子是爸妈用来养老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打那个主意啦？哥，你是我亲哥哥，10万块钱对你来说也就不多，等你以后结婚的时候，我包个大红包给你，行不？行，我考虑考虑。考虑，其实从他们开口的那一秒起，我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，我不给，我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。哥，还没睡呢。有事吗？就那10万块钱的事，哥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爸那人好面子，我要是买了个市中心的鹤景住宅，他肯定开心，但我不想动他们老家的老房子。所以动我的。哥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俩可是亲兄弟，你我的不都是我们家里的吗？哥，我跟你掏心掏肺的说，从小到大，爸妈是更偏爱我一点，这我承认，但你想过为什么吗？你性格太闷了，一天到晚憋不出一个屁，我呢，嘴甜一点，哄他们开心，他们自然多疼我一点，这又不是我的错，对吧？所以，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？偏心还能被他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便宜占得理直气壮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脸皮能厚到这个地步？哥，你怎么连好话坏话都听不出来了？我哪句是觉得理所应当了，我是在替你着急。你说你，但凡像我一样，多对爸妈笑一笑，多说2句哄他们开心的话，爸妈至于什么好事都先想着我吗？多可笑！原来在这个家，性格老实，只会低头做事的人，连获得基本公平的资格都没有。哥，这10万块钱对你来说就是动动手指的事，你想想，以后爸妈去享福，去住大房子，这不也是在帮我们全家提升生活品质吗？你现在帮我这一把，以后我怎么也不会亏待你的，你说是吧？说完了吗？行行行，哥，我知道你心里可能还有点小疙瘩，但机会真的不等人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10万块，下周之前你给弟弟一个准话，爸妈可都看着呢，你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掉链子，让全家人寒心。妈，我考虑好了，那10万块钱我可以出。真的？哎呦，我就知道我大儿子最懂事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产权得加上我的名字，或者我们签个协议，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来算持份。你这是信不过你亲弟弟啊！爸，亲兄弟明算账，10万块钱也不是小数目，我总得有个保障。我不给自己留条后路，等我1分钱没有了，谁来管我死活？保障？你跟你弟弟要保障？我们家就2个孩子，以后财产还不都是你们俩的？你在这儿斤斤计较，传出去不怕人家笑话吗？杰克，你这样说话就不好了。杰森买房子以后也是为了我们全家能有个好环境，你出点力，那也是你当哥哥的情分，怎么还这么多条件呢？一家人算这么清，多伤感情。哥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，什么叫按出资比例算持分？一个房产还切成好几份不成？爸，您听听，我哥这是拿我当外人防着呢。哎，沃杰克啊，沃杰克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弟弟从小就知道什么事儿都想着这个家，你呢？什么事儿都把自己那点小算盘打得噼啪响。做人格局要大一点，别总盯着眼前那3瓜2枣。爸，这不是格局的问题，10万块钱也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。哥，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，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，我找朋友周转一下也行，就是利息高点，没事，我扛得住，只是还债的时候过点苦日子就行。杰森，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妈怎么能让你去借高利贷呢？沃杰克，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弟弟去借高利贷，不帮他一下吗？你还是不是他哥哥啊？高利贷、苦日子、道德绑架，这套组合拳他们用的炉火纯青，只要弟弟一装可怜，我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，我就成了大逆不道。妈，别哭了，我哥就那脾气，没事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回头房子下来了，您和爸搬过去住，我哥您就随他去吧，反正他有他的道理。哼，没良心的东西，白养了这么大。好一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在这个家里掏心掏肺的我，反倒成了最大的罪人。喂，沃杰克啊，你爸他晕倒了，救护车刚刚才来把人拉走，医生好像说是脑梗塞发作。啊，哪家医院？我马上到。
护士你好，刚才有位老年病人因为脑梗塞送过来的，哦，已经转普通病房了，在301。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病人暂时稳定了，但需要有人陪着。他太太前面身体也不太舒服，所以让他回家休息了。你是他儿子是吗？是。正好住院手续还没有办呢，你先去办一下住院，先预缴2万。不好意思，能明天再补吗？我卡里只有5000，钱不够。那就先缴5000，剩下的明天再来补办手续。爸，你可千万别有事。虽然你偏心，虽然你骂我，可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爸。水。爸，您醒了，等一下，我拿棉签给您润嘴唇。杰森呢？我给杰森打过电话了，他这2天刚好忙着在接待一个重要客户，等会儿我再给他打。没关系，我在这里守着就行。哦，那你等会儿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别来了。他那个案子要紧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我没事儿，不用大惊小怪的。爸，我在这里守了2天2夜都没合过眼，您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让杰森别来。2天的煎熬，担惊受怕和疲惫，在这一刻全变成了天大的笑话，连半句安慰都没有。我在他心里连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人都不如。你在这里守着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弟弟在外面打拼不容易，要多体谅他，别让他分心。你跟他说，好好谈生意，不用惦记我。爸，我也是您儿子，我也有工作，我也累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辛苦了，你去休息了，叫你妈来替你就好。妈这2天身体也不好，让她在家休息吧，我在这里守着。喂，小阿姨。沃杰克，我刚才去医院看你爸爸了，你在医院是不是跟你爸爸闹了？你爸说你摆着一张臭脸，好像谁欠你钱一样。小阿姨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在医院陪了他2天2夜，就为了他一句为什么他一醒过来就先惦记着杰森。你爸刚醒，你就不能顺着他点？听说你弟弟最近忙的那个案子特别重要，你爸惦记他不是很正常吗？你非得在这个时候争这口气？小阿姨，我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。你们年轻人体力那么好，熬2天怎么啦？你爸爸辛苦了一辈子，生病了你还要跟他计较？你是想让他病情加重吗？好吧，那个小阿姨，能不能先借几千块周转一下？我爸的住院保证金还不够缴。那你赶紧找杰森商量商量，不行你就先拿信用卡去刷啦。行了，不说了，你好好照顾你爸，不要在这个时候耍脾气。呵呵，一说借钱立刻就跑了，连这些家里的亲戚都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我指手画脚，在他们嘴里，我的累，我的付出，我掏空口袋垫付的预交金，全都是理所应当的。我算什么？我不过是个全家合伙盘剥，却连一句谢谢都不配得到的免费劳动力。爸，我来了，您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杰森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别来吗？耽误你办正事儿。爸，案子谈完了，全雷打，合约直接签了3年的大单，我怎么能不第一时间来跟您报告这个好消息？您就等着享福吧。好，不愧是我老沃家的种，有出息。哥，这2天辛苦你啦，看你这黑眼圈重的，快跟熊猫一样了。好了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赶快回家吧。今晚我在这儿陪爸。爸，我特意给你买了最爱吃的水果，快来尝尝。让你走就快走吧，省得你每天在这儿陪我，又在那边不高兴。快回家吧。行啊，那我走。哥，别怪爸啊，老头子就那个脾气。对了，那10万块钱，妈跟我说你还没转哦，马上就要月底了，你可别掉链子啊。我知道你有，你就是心里不平衡。但你想想，你在这儿跟我较劲，最后难受的是谁？是咱老爸。你忍心看着他躺在病床上还操心房子的事吗？呵呵，道德绑架升级了，连我爸的病床都成了逼我交钱的武器。我若不从，就是弑父的罪魁祸首。行，密码是妈的生日，10万块的定存，后天就到期了，全在这了。祝你新房住得开心。哎呦，还的是我的亲哥哥，大气，谢谢哥。你放心，我晚点补一张借据给你，
你赶快回去休息啦，这几天辛苦你了。还是杰森懂事啊。那是，爸，我跟您讲一下这间和景房的风水有多好。清静了，这10万块钱买断了我最后一丝幻想，从此以后我和这个家两清了。肯定是杰森这孩子下班回来了啦。请问这里是沃杰克家吗？这有一封挂号信，麻烦签收一下。谁的信儿啊？看这字儿应该是杰克写的。这死孩子，人回来不就好了？搞什么鬼？还写信？谁的信？杰克写的吗？来看一下。爸妈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这座城市，去别的地方生活和发展了。不用找我，也别问我去哪了，我是不会说的。以前的一切，就当是儿子最后尽的一点孝心。以后，请二老多保重身体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去别的城市了？什么叫别问他去哪儿了？他把我们当什么了？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就这样只留一封信，把我们老两口当空气，拍拍屁股说走就走，他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反了是不是？这个白眼狼真的是彻底翻了天了。老子养了他30年，供他吃供他穿，现在拍拍屁股说走就走，面都不露一下，写这种破信来气我，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爸？早知道他是个这种死德性，当初生下来就掐死算了。没良心的东西，滚！有本事他一辈子都不要回来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养到这么大的儿子离家出走不要我们了。老沃啊，我们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才生到这种债主啊？谁啊？肯定是杰森那小子忘记带钥匙，快去帮他开门。请问这里是沃杰森的家吗？我是他同事。我是他妈妈。你找他什么事儿？阿姨，是这样的，沃杰森他今天没有去公司。我们公司最近一直在查账，沃杰森经手的一个大专案，资金出了蛮大的漏洞。今天上面审计的人直接去部门把他的位置上的东西都封了， HR 那边也一直联络不上他，大家都在传他可能，我们主管让我顺路来杰森家看看，顺便跟家属通知一声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可能？什么叫可能？我儿子正经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违法的事儿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伯父，我真的也只是帮忙传个话而已，公司那边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应该很快就会来调查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喽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啦？老沃，你怎么啦？你不要吓我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欢迎点赞加关注，打开小铃铛，以免错过精彩视频。